等等我，快点。哎，岳林姐，哎，陈主任他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他没和任何人提，是刚好我认识到这边的主治医生，是他告诉我。什么情况？是病情加重了吗？不太乐观。这边好，请。谢谢。等久了吧？怎么了？你不跟我说老毛病吗？怎么瘦成这样啊？我这个年纪瘦点不是精神吗？别给我打马虎眼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怕你们担心吗？没事的。我已经给您约好了北京最权威的专家，到时候我陪您去。再说吧。哎，咱们先吃饭。您倒是潇洒，生死都看淡，遇事儿先吃饭。先喝碗汤吧。怎么了？不合胃口啊？你没瞧见吗？老板不在家，现在儿子当老板了。我听说后厨几个老伙计啊，也都被换掉了。是一样的材料，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确实不一样啊。是啊，虽说是一样的材料，但是选品、配比、功夫、火候各不相同，做出来的口味啊，自然也就不一样。这家店都来了多少年了，不然口味变了还不习惯，可惜了。你怎么跟我一样啊？这一张口就是老年人的语气啊！你看看外面，现在啊，这个城市是一天一个样，年轻人呢，都在生机勃勃地向前走，整个世界都在改变，没有什么是变不了的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还有陈君所，都在变呀。您是想跟我说，让我做陈君所合伙人的事儿吧？是管理合伙人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这眼神儿好像要托孤似的。你这个机灵敏感啊，倒是挺随我的。你知道吗？在我的心里啊，我真正放心把陈君所交付的人，一直都是你。因为你是我的关门弟子，也是这一路提携、培养、看着成长起来的，也是最像我的人。不是还有康俊的吗？他现在在那个陈君所如鱼得水的。康俊他不属于这里，据我所知，已经有一所知名律所在等着他过去上任了，他是早晚要走的。差点忘了，他之前的确说过要回北京的。不想让他走啊？
每个人都有自己该走的路，要走还是要留，那是他的自由，我管不着。白嘴硬，我还是了解你的。他家不在这里，根基啊、资源、亲朋好友、半生积累都不在这里。根据他的能力和职业规划，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必须长久地留在陈军所呀？莹莹啊，你是知道的，陈军所是我的半生心血，我把他看得很重，这一点康军很清楚。他当初答应我来啊，是因为我向他承诺过，在他认为可以判定你能够统领陈军所的时候，我放他走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康军想的比你通透，他可从来不会感情用事的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事儿了。说好了啊，你们北京去看病，我必须陪着。再说吧，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。我老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啊，他们家的这个马蹄糕啊，味道倒是一直没变。来尝尝，啊，很香。不错吧？姐姐，你的丝巾掉了。谢谢啊。没关系。过来，走，咱们去那边转转好不好？你在哪儿？怎么挑这儿了？等我很久吗？我可没迟到啊，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哎，跟我倾诉一下，我是很好的倾诉对象。无酒精的 OK 吗？当然，什么都可以。我今天去看了陈主任了。明白了，我非常理解你。你的关系半师徒，半父女，他不想别人担心他，尤其是你，但这是自然法则。没办法，我们需要用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，陪伴他。懂吗？你不知道我今天看到他那个样子，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人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？老陈和我说了，有一家知名律所，等你过去上任呢。我原本答应陈军是，等到我在陈军所能够完全的独当一面，
等你完成你的承诺和使命，就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，对吗？原本是这样。那现在呢？有改变吗？是做决定了，还是在犹豫？在非常认真的思考。确实有一家猎头公司给我发来了邀请，条件丰厚，但我还没有考虑好。当时陈军告诉我他生病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拒绝。我承诺帮他这个忙是有一个期限的，这是一个既定计划，也是你已知的。但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对你动心了，这是计划外的，且身不由己。所以我是否留下来，我们可以商量。我留下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？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答应回北京，是因为我尊重你的想法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你需要思考，没问题。我对你一向很有耐心。谢谢你的耐心。可是你这个耐心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我们俩都过50大寿的时候吗？康俊，你的这个时间、耐心啊、等待，其实在我看来，更像是一种逃避的借口。逃避的原因是你对我没有信心，对我们的感情没有信心，对吗？你怕回了北京就断了我们之间的可能，你怕和我说了你要走，最后得到的是我的拒绝。你背着这么重的思想包袱跟我谈情说爱，不会累吗？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，你的意思是你对我……那不然呢？你觉得我像是那种随便玩弄别人感情的人吗？康俊，我今天没喝酒，我就是想在这儿和你清醒的、坦诚的，把该说的话都说透、说清楚。在你的房间有一个说走就走的行李箱，在你的心里也是一样，有一个不行就撤的行李箱。我能感觉到，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更多的就是你的责任啊、使命啊、yes or no 啊这些自我拧巴的东西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。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，别说去北京了，你就算是去美国了，去月球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觉得北京发展好，那你就去啊。如果你想留在陈军所，留在我的身边，那就留下来呀。真的，我不在乎，我也不觉得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。我之前就是很想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。我希望能做到两全其美，皆大欢喜。谁规定了感情就一定要皆大欢喜？重要的不应该是爱情本身吗？这样，从现在起呢，我们把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了，让它翻篇儿。从现在开始，此刻从零开始，只有你和我。康俊、唐莹莹要不要在一起，决定权在你。现在你来给我一个答案。我也可以等，我不急的，只是这个等待的时间不要太久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一向没什么耐心。
没什么问题。我建议您尽快办理股权转让手续，趁冯叔叔还没有其他打算，完成确权。那我到底能够得多少啊？以股权转让协议来看，冯叔叔有公司78%的股份，其中有68%是你们夫妻共有的，剩下10%在冯瑞名下，现在由冯叔叔代为管理。对，确实，当时那个阿瑞出国之前，老冯把那个10%的股份给他。可惜啊，我们阿瑞后来，如今进行婚内财产分割，您将分得34%的股份。由于您为治疗冯瑞提出过分割财产，所以即便今后离婚，你也有更大概率拿到冯瑞的抚养权，顺势掌握冯瑞手里的10%的股份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就是这么说，如果有一天老冯外面真的有了野孩子，那他最多就在他股份的34%里面去动动，是不是？真到那个时候，您手里有44%的股份，折现也好，请职业经理人代为管理也好，您今后的生活总是能无忧的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相信冯叔叔不会再有任何越矩行为。至于是战是和，全看你的心情。其实讲心里话，只要今后老冯啊好好过日子，我也不会逼他到绝路的。现在最关键的是看好我们阿瑞的病。冯叔叔同意出钱送冯瑞出国看病了。这件事啊，还得感谢你了。记得吗？你之前跟我说过国外的什么研究所，后来我们找到了美国的一家研究所，那家研究所正好在研发脑部损伤的治疗方案。我把阿瑞的病情啊给他看了一下，他说有可能治好的，可以恢复。哎，来吃。小云啊，阿姨说句题外话啊，如果有一天我们阿瑞真的病情好转了，你还考虑不考虑做我们冯家的儿媳妇啊？今后的事，谁也说不准。我是真心希望冯瑞能够好起来，但我现在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，把眼下的债务问题先解决了。至于其他事情，就交给未来吧。阿姨明白了，反正啊，将来有法律上的事情，我第一时间去找你。来吃。对了，我有件礼物送给你。阿姨，这个我不能收。来看看。阿姨，这是10万块钱。讲心里话，这件事我特别感谢你啊！放心，律师费呢，我会按照合同打给你律所的。阿姨知道你的难处，你最近为我的事忙东忙西，挣的钱呢也要还你妈的债，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给你的，收下吧。阿姨，这个我真的不能收，这个是违规的。我说过了，违什么规啊？是我个人，我喜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给你又怎么样呢？再说了，我查过了，你要学那个什么 CFA， 需要教材费啊、培训费啊、报名费，还不少钱呢。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的话，就当阿姨对你未来的投资。阿姨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好，吃饭。周女士，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
唐律，唐律，唐律，有位周女士一直在等您。知道了。一心，怎么这个时候还出门啊？您，我今天必须来见你。JW 集团的收购案准备重新启动，戴律说你之前前期做了不少的工作，那么我觉得还是由你来继续协助他更合适。后面的工作可能会经常出差，做好准备，好吗？好，我会好好协助戴律的。好的，那没事了。好，主任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情。这些照片都是丁科找到的。他找私人机构调查我过去的感情状况，还有和每一位异性相处的情况。这个是谁？前男友。他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找到了过去的照片。那这张照片呢？什么时候拍的？这是我刚怀孕不久的时候。那次前男友过来出差，介绍这边的客户给我。其实那天除了客户和他之外，是有同事陪我一起去的。只是照片上拍到的，就只有我们俩。我明白了，你那个造黄谣的同事，你和丁科的关系现在怎么样？昨天跟他吵了几句，他就出去了，一整晚都没回来。这么看来，他之前对你表现出来的信任都是假象。他说他可以不在乎外面的说法，但他最在意的是我是否愿意去证明清白。他还问，我要是真清白，怎么就不敢去验孩子的 DNA？ 那你愿意吗？莹，我不想离婚。你不问我原因吗？我帮你解决问题，不问原因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的话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是吗？接受鉴定，用一纸报告换你们婚姻关系的延续。你怎么会让我去接受这样的羞辱？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去自证清白，这种清白还有什么意义？这只是我作为律师的建议，作为朋友支持你的决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调整一下跟律所的提成比例？您知道，现在每一笔钱对我来说都很重要。是，我知道。首先，案子是你自己找的，也是你全权负责的。婚内财产分割不容易，然后你也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主任来律所之后，一直鼓励我们年轻律师独立负责案子，律所分成70%，这也是行规。但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压力确实太大了。我理解，但是经济压力大和你的本职工作一码归一码，因为律所也有律所的规矩。冯太太提出，希望以后我做她的私人法律顾问，她只信任我。你这句话我听起来可不可以理解为，这个案子非你不可，而你的委托人也只需要你林小云律师，而不是陈君所？康主任，就在前几天，彭太太给了我一笔6位数的红包，我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收下它，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是陈君所的律师，我不会因为一个违规行为影响到律所。不过当时我确实动摇了。我非常开心能听到你对我的坦诚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底线价码，可能那个价码没有动摇你。不愧是主任，
我承认您说的对。行，那你跟我说说你想要的价码是什么？我想要50%。我从大学一毕业就在陈军所工作，我现在的经验能力都是律所给我的。钱鹏出事的时候，您、唐律、戴律，还有律所其他律师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我只是希望钱能多一点，我经济压力能小一点，这样我也好全身心的为律所工作。您看。所以你想要的是一次破例呢，还是想成为惯例？我服从律所一切安排。好，我会认真思考。但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我明白。主任，您放心，就算律所没有同意，我也会一如既往认真负责每一个案子的。谢谢。谢谢主任。这是一个客户送给我的话。他蒙上眼睛，不代表他什么都看不见，而是他比谁都清楚，人心经不起凝视。一心，听从自己内心的安排，谨慎选择，勇敢面对。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吗？如果说亲子鉴定能够让他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，那你将会永远被困在自证的陷阱里，每时每刻都要跟他证明你心里没有藏着别人。我说过，律师有律师的建议，但这句话是我作为朋友的肺腑之言。我送你。我们见面聊聊吧。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只想要一个交代。既然你认为没问题，为什么不去做鉴定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，但是我也得面对外边的质疑啊。我们一起证明这一切，行吗？如果我不接受你的办法呢？那我们也不必再见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周一贤，我们离婚吧。师傅，快送我去医院！送我去医院！啊！我听说孩子早产，这段时间宁可来过吗？生产手术的时候他来过了，之后再也没出现。孩子早产，他更坚信了自己的推断。我听护士说，他在产房外第一时间就问医生，孩子是什么血型。
那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想明白了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要了。你说的是你们的婚姻，还是共同财产？你知道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离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你确定考虑好了吗？是。这样的丈夫和父亲要来有什么用？那好，那我的建议是，先做亲子鉴定，然后再提离婚。做亲子鉴定是从法律上保护你的合法利益，提出离婚是表达你的立场和态度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信你的。作为朋友，我再多问你一句啊，如果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，丁科他来求你原谅他，你会后悔吗？好，明白了。我们会最后再给他一次改变的机会的。安心养好身体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这边。师傅到了。这边。久仰唐律，我是丁先生的委托律师，我姓胡。那丁先生，咱们开始吧。鉴于周玉欣女士已经生产，我的委托人丁先生要求对孩子进行一次司法亲子鉴定。根据鉴定结果，丁先生会决定是否起诉离婚。如果周女士拒绝进行鉴定，我方将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申请，并且主张财产分割上倾向于无过错方。我的委托人，小胡律师对吧？你刚做律师没多久吧？丁先生，你的太太早产，而且生产的时候大出血，情况很危急。她跟孩子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抢救手术，这些记录比任何鉴定都真实。你要知道，她是为了你才承受这一切的。如果孩子不是我的，这些难道不是刺向我的刀吗？丁先生，我的委托人呢，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所以他委托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否愿意相信你的妻子，求得她的原谅，挽救你们的婚姻？唐律，你的委托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清白的，可是呢，又不愿意进行自证，这不恰巧说明他心虚吗？据我们所知啊，周女士在和丁先生交往之前，有过不止一个的前男友，甚至就是在跟上一任男友分手后不久，就跟丁先生在一起了，并且这个孩子也不是在原定的预产日期出生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周女士是为了混淆自己的怀孕日期，而故意让孩子提前出生。小胡律师，作为律师，如果有人因为你过于年轻而质疑你的能力，从而选择了更有资历的律师，那么你该如何向对方证明，让他相信你的能力呢？唐律师，我们现在聊的是丁先生和周女士的事儿，请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你的假设毫无意义。你也知道假设是毫无意义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在用你的逻辑来陈述一个事实。大家都是律师，你不用太激动。我觉得这样啊，首先你应该给你的委托人科普一下，任何人都有充分的自主权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证明自己。周女士呢，
不管她交过几个男朋友，也不管她的男朋友交了多久，这是她作为单身女性的自由。你们可以质疑她的不忠，也可以质疑亲子鉴定的真伪，但是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指责周女士的恋爱自主权。她既然敢生下孩子，做个检测又怎么了？除了牺牲一管静脉血，还牺牲什么了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妻子为你牺牲了什么，是吗？她怕你被网暴，放弃了保时捷销售经理的职位，她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她为了生孩子，放任身材走样，激素失衡。她牺牲了身材和形象的管理，但是她现在想清楚了，她不想再牺牲了，她想清清白白地证明自己，而不是不清不白。只是一管静脉血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只是作为一个女人，而是她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底线和自主权。我是她的合法丈夫，我有权让她这么做。我们的婚姻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我告诉你，任何人都有不容侵犯的人身权利，做不做亲子鉴定那是周一新的权利，也容不得任何人对她来指手画脚。更何况，你只是一个并不称职的丈夫。不可理喻。忘了告诉你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儿，有一点呢，我们是都认同的。亲子司法鉴定确实是能证明周一新女士的清白，所以她委托我告诉你们，她同意了。同时呢，她还有另外一个决定，跟你离婚。当然，接不接受是你的权利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我们法庭见。刘姐，现在可以把钱打过来了。对，否则他按责律师费。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后，他每天都来。他可以来看孩子，但是我拒绝跟他有任何沟通。他这种人肯定会后悔的，与我无关了。离婚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只要女方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夫妻感情确实已经破裂，法院一样会支持的。不过这次你肯定不会反悔了吧？生产手术的时候，我的意识还清醒，我能清楚地听见那种皮肉被撕扯开的声音。有些东西必须血淋淋地摊开，人才看得清。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矫情？怎么会呢？我觉得你现在既清醒又理智。任何时候终止一段错误的感情，我们都应该叫它止损。只不过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个错误就丧失了爱人的能力。也希望以后你能遇到更好的人。我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这个城市。一开始租房的时候，窗前有一棵开满花的树，那个香气对我来说是甜美的，充满希望。真怀念那个时候。我知道，那是属于这个城市的独特的香气。人会变，但香气不会。不管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想，你都可以重新感受。
谢谢你一直这样陪着我。我们一直都是站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你好，可以到处看一看。我看一下这个。好的，请到这儿来看。女士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款包刚收上来不久，经典款99新，价格只要26000元。这里呢是镭射卡。我一收的时候是2万块，现在还99新吗？女士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收上来的包，店里会花钱重新保养，加上这款包最近行情有些变化，价格也会自然上涨一些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可以到处再看一看。不用了，我付现金。您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对小英而言，这个包早已不只是奢侈品，它见证着她对生活的憧憬，对事业的野心，更是对她砥砺前行的奖励与肯定。心结或许未消，但生活本就如此。小云体会过，一心也经历过。所幸他们终究明白了，这世上最可靠的铠甲，从不是他人的承诺，而是骨子里那份我自己可以的底气。上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，解锁独家档案、精彩花絮。